我们分析整理了全球媒体的旅游文章。旅游简报是全世界旅游业者、旅客的专业媒体。13位女性，30项活动和一个目标，结交朋友。纽约时报。旅游公司有意在为千禧一代组织的旅行中策划团体动态，努力在参与者之间建立持久的关系，让他们成为品牌大使。其中一家名为 Flashpack 的公司正在追求一项使命，即说明建立100万份有意义的友谊。尽管存在一个社会学悖论，即故意寻求结交可怜和不体面的朋友，尤其是在千禧一代之前的一代人中。特别是这一代人似乎强烈厌恶寻求新的友谊，尽管他们报告的孤独感比前几代人更高。为此，专门从事千禧一代旅游产品的度假旅游公司正在迎合专门策划的群体动态。Flashpack 现年42岁的首席执行官拉达·维亚斯 Ravayas 为律师、董事和其他希望休息一下的资深专业人士策划旅行体验。他指出，该公司的客户通常是领导者或决策者，他们在因繁重的职业生涯而疲惫不堪的同时，只是想被告知该怎么做。这就是公司策划团队动态的意图是关键所在。随着这种旅行友谊生态系统的建立，千禧一代能够以简单的假日、浪漫无法促进的方式建立持久的联系。虽然成人友谊传统上是在学校、大学或工作场所多年相互了解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近年来，由于工作环境越来越孤立，以及与远距离联系的技术的可用性发生了转变，这导致人们越来越需要亲自联系，并依靠更有机的建立的关系。这被认为与社交网络平台上将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联系相去甚远。因此，精心策划的旅行团可以为仍在寻求有意义的友谊的脱节千禧一代填补空白。泰国校服在中国热潮点燃旅游业复苏的希望。日经亚洲。泰国的校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后，就在中国游客中很受欢迎。自3月以来，中国客户一直在购买校服，以便在参观不同地点和拍照时穿上校服，这引发了泰国旅游业提振的希望。这种趋势让校服店主感到惊讶，其中一位说，这是他们商店成立以来60年来第一次受到这种程度的关注。残疾人可以实现无障碍旅游吗？澳洲 ABC。昆士兰州2023年的无障碍旅游旨在改善景点、目的地和文化活动，并使其尽可能具有包容性。这促使当地艺术家 MC Wills 呼吁该行业招募更多残疾艺术家。MC Wills 也被称为 Nathan Tasman， 使用轮椅，由于缺乏坡道，他经常被迫被抬起，因此在上台时遇到了障碍。Tasman 先生担心，缺乏无障碍设施可能会阻止其他残疾艺术家从事这个行业。他认为，更多的场馆和活动需要确保残疾人参与建立无障碍需求，以便真正有效地做出改变。作为该计划的关键部分，昆士兰州政府将花费约1000万澳元 7.700万美元支援中小型旅游和活动公司。这笔钱将用于为游客设计基础设施和安装技术。额外的200万美元将用于提高对残疾人需求的认识和宣传无障碍游客体验。昆士兰州旅游部常发言人表示，一小部分资金将用于说明旅游企业为当前和未来的残疾员工改善工作场所。为了使该计划取得成功，澳大利亚脊柱生命协会的访问和宣传高级顾问 Dean Cross 表示，无障碍旅游不仅仅是坡道和电梯以及物理通道。同时，希望克罗斯先生的试点计划将为布里斯班北部摩顿湾地区的企业提供指导和意识培训，旨在雇佣残疾人。该计划将在全年的无障碍旅游中扩展到其他地区。目前，已有5名残疾人通过该计划受雇，15家企业大量参与该计划的招聘。克罗斯先生认为，
通过将残疾人作为工作力的一部分，它可以帮助培养包容性工作场所并改善企业。5个伟大的希腊螺栓孔要预定。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列出了夏季希腊5大最佳豪华度假胜地，其中包括大森林梅佐沃，这是一家家族拥有的可持续山间小屋，位于梅佐沃村外，隐藏在平杜斯山脉深处。酒店的62间套房提供高水准的餐饮、当地骑马和山地自行车体验，以及冬季的滑雪机会。该名单还包括 Pnos on Tinos， 它提供3座雕塑般的现代别墅，设有室内外客厅、露天健身房和私人厨师。位于哈尔基迪基的全新 Domes Morris Cassandra 在其 Soma Spa 提供环保的希腊植物油按摩。地中海之家卡斯特洛里佐岛和米洛斯岛上的斯基诺皮旅馆拥有通风的浇筑混凝土地板和石墙。探索充满色彩和香料的马来西亚文化酒店。纽约时报，位于槟城岛上的马来西亚城市乔治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以其独特的建筑和文化城镇景观而闻名。但它也为游客提供不拘一格的美食组合以及正宗的遗产酒店，客人可以在其中近距离体验当地历史。其中包括 Chongfat Sun Mansion 或 Blue Mansion， 它有18间客房以及7个露台，只有18间客房。但据《纽约时报》报道，每个房间都是土生华人设计的展示。酒店的风格反映了 Chris Ong 决心将他的精品酒店的每栋房子恢复到鼎盛时期的样子。泰国都喜酒店在京都亮相，具有风情。日经亚洲，泰国都喜国际集团将在京都推出2家酒店，融合日本和泰国文化和美食，在该市的酒店市场中脱颖而出。第一个是今年开业的拥有114间客房的前景京都4条，它将为游客提供泰国美食和当地语系化设计美学的味道。该公司的第2个前哨店，豪华的京都都喜公主酒店，将拥有130间客房，并将于2023年推出，提供传统的泰式水疗护理、泰式餐饮设施和反映2种文化的独特室内设计。都喜能够将高标准的泰国待客之道与日本的习俗和传统融为一体，使前景和京都都喜公主酒店与亚洲和西方旅行者息息相关。首席执行官 Safaji Safampam 说，京都是日本最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之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拥有著名的寺庙、竹林和艺伎区，但被视为新酒店空间的空间有限。然而，高端住宿市场竞争激烈，品牌竞相吸引富有的环球旅行者。都喜国际集团在泰国和世界其他地区拥有21家酒店，旨在利用越来越多的东南亚游客，包括印尼人和马来西亚人，并探索日本酒店业的商机。根据重量联行最近的一项调查，日本的酒店市场被认为是亚太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市场之一。游客和酒店客房收入的增长提振了投资者的兴趣。根据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组委会的数据，截至2019年9月的6个月，日本酒店利润同比增长 13.5%。橄榄球世界杯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等全球赛事推动了海外关注的增加。然而，人员配备水准低下，设施陈旧和运营效率低下仍然是日本酒店业的重大问题。美国警告墨西哥出售假药丸。美联社，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出警告墨西哥药店出售危险的假药，这些药丸通常含有芬太尼。旅游区和边境地区的小型当地药店经常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 Oxycontin、Percocet 和 Xanax 等药物。美国国务院警告说，这些假药可能含有致命剂量的芬太尼。加州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墨西哥北部4个城市访问的40家药店中，有 68% 出售羟考酮、Xanax 或 Adderall，
27%出售假药。该研究称，假冒产品正在旅游城镇出售，并针对美国度假者。美国国务院尚未确认是否有任何美国公民因购买假药而过量服用或死亡。他们的世界是牡蛎，阿联酋最古老的珍珠小镇。美联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他们认为是波斯湾最古老的采珠小镇。位于乌姆盖万的斯尼耶岛上发现的居住痕迹表明，该镇是数千人的家园。今天它很可能是一个旅游场所，因为该镇位于一座古老的基督教修道院的正南面。该镇全年有人居住的事实表明，人们永久居住在那里。考古学家认为它很可能是基督教的，因为它早于伊斯兰教在该地区的兴起。采珠是阿联酋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沼泽地附近的地区现在被指定为价值 6.75 亿美元的未来房地产开发专案。曾经因胸肌吸引力而令澳大利亚男人羡慕，冒险家阿尔比·曼格尔斯现在以化名生活。澳洲 ABC。冒险家和纪录片制片人阿尔比·曼格尔斯 Bobby Mangles 在1970年代和80年代的世界野生动物园电影和冒险圈电视连续剧在澳大利亚取得了重大成功。他正在考虑退休后最后一次冒险的某些建议。曼格尔斯一直在悄悄拍摄密克罗尼西亚的荒野。对于是否值得上市，他有两种想法。在曼格尔斯成名的巅峰时期，他甚至为 Clio 杂志的中心折叠摆出裸体姿势。他是一名小学辍学生，为了7年级后辍学，伪造了母亲的签名并谎报了年龄。他有一个缺席的父亲，从小就很穷。曼格尔斯说，事后看来，他的职业生涯永远不应该做得这么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很少接受采访，因为他以假名搬到了一个未公开的岛屿，以远离名声。然而，这并没有阻止粉丝们涌向他在维多利亚马其顿山脉放映他的老电影。他说，这位现年74岁的探险家从未为电影做过任何事情，但他总是做他想做的事情，让他兴奋。据说他没有继承任何传统上可能与公共领域成功有关的关键因素。曼格尔斯认为，他非传统的童年没有适当的教养和父亲。他说，说明他越过了界限。我刚刚与我有点了解的女孩取得了联系，并问他们是否愿意加入我们的船，在太平洋岛屿上航行。他谈到他的旅伴时说，没有多少人会说不。曼格尔斯是一个健康狂热者，穿着背心剪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身材，现在过住更简单的生活，日复一日的巡航。他的成功和艰辛使他对生活非常满意。他的一些老电影已被重新制作，希望他们能在流媒体平台上找到新的市场。旅游简报是全世界旅游业者、旅客的专业媒体。谢谢收看旅游简报。